自行车王国长久以来是台湾骄傲的名片，但如今这块金字招牌摇摇欲坠，前方是下滑的订单，脚下是高库存的陡坡，后方还有强敌逼近。身为领先者，我们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对产业、对消费者又有什么影响？掌握大势趋势8分钟，看懂天下，我是文月。现在进到脚踏车专卖店，真的会吓到，因为以前花2万块就可以买到不错的入门车，现在同级车动辄6、7万，还有很多是比机车还要贵。影片开始之前，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这集的8分钟看懂天下，带你看懂新冠疫情结束到现在，欧美市场都还没有走出自行车库存太多的泥淖，台湾厂商还在越卖越贵，会带来什么隐忧？以前专做代工的中国车厂，现在已经有自有品牌打进环法大赛，甚至来台抢占年轻市场，我们要如何应对？从电辅车到 AI 科技加持，下一局的自行车市场大战，台湾要如何保持领先优势？说到自行车市场，不止台湾，全球各大厂商这几年其实都不好过，因为新冠疫情期间生意一片大好，欧美业者大手笔进货，结果随着疫情解封而来的就是大量的库存，销都销不完，新车当然就卖不动。看看台湾自行车龙头巨大公布的最新财报，去年合并营收602.5亿，比前一年少了15.5%。贸易署数据更显示，台湾产地制造外销连续4年下滑，去年1到11月传统自行车出口年减27.7%。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要先听哪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哦！是去年库存这条黑暗的隧道终于要看到尽头的光了。虽然去年自行车乘车销量还在衰退，但是自行车零组件已经连续14个月正成长。外贸协会就表示，如果库存去化调整完毕，相信今年就可以回到成长的轨道。但坏消息是，对台湾业者来说，这条赛道上的逆风不只有库存，还有2大挑战。首先是台湾车厂正陷入高单价迷思，把自行车从交通工具、运动器材做成了奢侈品。过去台湾自行车厂为了怕被中国对手追上，把零件规格、车身设计越做越高档，结果导致台湾车出口的平均单价10年内翻了1倍，飙破$1000。进到零售端又更贵，以前入门公路车大概2万块台币就可以买到很不错的车，但现在同级车动辄5到6万，甚至超过9万。一位零件大厂董事长就说，这已经超过99%大众消费者的负担能力。另外一个挑战是自行车圈缺乏新血，全球80亿人口之中，真正骑车通勤或运动的只有占5%。最近看到的多半是既有爱好者升级装备，而不是新手入坑。当台湾厂商走高价策略，已经把范围更大的中价位市场让给了中国厂商，结果就是让自己陷入了通膨跟竞争对手的夹击。更麻烦的是，眼前的逆风还不只是这样。你有在骑 U-Bike 吗？最近几年U-Bike 除了一般的脚踏车，还有另外一种电辅车可以选择。虽然租金比较贵，但每次踩都像有神助攻一样，帮你推一把，骑更快也可以更轻松。其实这几年有电动辅助的 E-Bike 买气已经超过业者口中的 No-E， 也就是没有电动、靠纯脚踩的传统自行车。不但电力跟续航力越做越厉害，各种功能也不断翻新，从外观到速度几乎都快跟上摩托车，还有各种智慧系统，就像一台移动的大手机。问题是，当比赛打到这一局，原本领先的台湾队就被日本还有中国对手超前了。中国业者有强大的供应链，在马达、电池跟电控这3电系统抢得先机，甚至无人机巨头大疆都把原本飞在天上的3电技术下放拿来做电辅车，让台湾厂商陷于被动。台湾自行车厂的痛点还有劳权冲击。去年9月，美国海关破天荒以涉嫌强迫劳动为理由，暂扣巨大从台湾出口到美国的一批自行车跟零件，还洋洋洒洒罗列出捷安特的5大罪状，包括滥用劳工弱势处境、拖欠工资跟债务束缚。当时我们还有特别做了一集，可以再点过去看看。时隔半年，巨大现在还在持续交涉当中，但因为台湾厂生产的高阶车款没办法顺利出口到美国，他们也不讳言，原本美国知名自行车品牌 Trek 的高阶车款全都是由巨大代工，最近确实受到一些冲击。当台湾厂商的订单受到冲击，受惠接单的是最近在国际间快速打开知名度的中国自行车厂喜得胜。
去年7月，全球顶尖自行车好手聚集的环法大赛上，出现了一个全场关注的转播画面。赛道上有将近30辆车都挂着 XLab 这个牌子，车界会感到震惊，是因为多年来环法赛用的车款都是被欧美品牌或是台湾的自行车双雄捷安特跟美利达垄断，这是史上第一次中国品牌崭露头角。背后的车厂就是刚刚提到的喜得胜。除了撕掉廉价标签，晋升环法大赛的殿堂，喜得胜的车款也已经卖到台湾市场。相对于单价越来越高的台湾本土品牌，相对便宜、高 CP 值的售价，加上 TikTok 还有社群网站推波助澜，让喜得胜、大行、麦金这中国车款在没有产地包袱的国高中课程之间爆红，正在重塑台湾年轻车友的品牌忠诚度。有业者认为，中国厂商崛起对于台湾产生压力，就像候鸟迁徙一样，是长期演进下的结果。而且其实也是业界常态。回过头来看，1960年代就是因为日商看中台湾的成本低廉，来台设厂生产链条等等的脚踏车零件，结果是台湾人学会技术，反过来抢走日本市场。同样的剧本在过去30年换成台湾厂商到中国设厂，赚到钱的同时，也帮自己培养出一批竞争对手。很多中国自行车品牌跟零件厂的老板以前都在台湾工厂上过班。但也有自行车大厂的董事长跟我们说，不用这么悲观。虽然光看数字 ，Made in Taiwan 的自行车出口量确实暴跌到69万辆，只占全球高阶车款的7%，但这不代表整个产业衰弱，因为台湾厂商早就有全球布局。如果我们把在欧洲、越南跟中国的产能加起来，台厂在全球高阶跟超高阶市场的占比，到2022年是55%，现在也还有46%。换句话说，比赛还在持续，只是进入新的一局，换了新装备，也要有新的打法。面对各国强敌环伺，台湾自行车要怎么突围？我们有独家访问到捷安特，他们的做法跟详细的作为，我把连结放在下面。那台湾自行车工会理事长文云静是把产业竞争比喻成一场棒球赛，第一局打的是高阶化，台湾领先；第二局的 e-bike 系统战，台湾因为缺乏核心3电自主技术，是分给了欧日还有中国。第3局的重点是要研发台湾自主的3电系统，只是目前还没有被全球市场接受。现在比赛来到了第4局，台湾要赢的契机不再只是卖一台昂贵的自行车，而是要能够提供一套可以不断升级、连接万物，而且能够回应普罗大众需求的智慧平台。台湾有强大的 ICT、资通讯跟电子产业实力，像是达方跟台达电这些电子大厂都已经跨足到自行车3电系统跟高阶 e-bike 研发。现在业界发出的呼声是要成立共同通讯联盟，推动类似自行车界 Android 的开放系统，从单打独斗变成团体战。再结合电子资讯业者，利用 AI 搜集包括车手身形数据，优化骑乘体验。用开放平台回应封闭系统，将会是台湾自行车在下一个弯道再一次超车的最大筹码。你喜欢骑脚踏车吗？觉得下一个世代的自行车应该要有什么功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最后记得按赞、订阅、分享。8分钟看懂天下，我们下次见。电扶车到底可以骑多快？其实可以很快，但是因为台湾的法规有上限，所以你只要超过25就会自动被断电。